在我去安妮的瑞强山的博物馆的路上呢，路过了一个小镇。这个小镇的名字是Kensington。看来这个小镇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我一看到有 Tim Horton 就感觉到这个小镇的人口比较多。这应该是一个以爱尔兰后裔为主体的一个小镇，这是一个小镇的教堂，这是一个小镇的办公楼，这个是小镇的另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教堂，这个就是小镇的一个中心。这个小镇的经济看样挺活跃，它有几个酒吧，还有很多的餐厅。这个小镇走了不远就发现有好几座教堂，这是小镇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。这个是过去的一个火车站，在那之前在西半岛呢有一个阿尔伯特的小镇，那个小镇呢也有一栋这样的房子，用石头砌成的。他说是在这个岛上有2座这样的房子，现在知道了，一座是在 Kensington， 另一座就在阿尔伯特，和阿尔伯特的那个一样。不过呢，这个保护的比阿尔伯特的感觉要好一些，它依然在外面保留了一些铁路，在周围还有一些个商铺在这，感觉这个比阿尔伯特这个的商业环境氛围要浓一些。由于今天的主要行程是在安妮的瑞强山的博物馆这，所以这个小镇呢也就大概的浏览了一下，并没有过多的去关注。现在我就要离开这个小镇，前往安妮的瑞强山，大概还有个20多公里的车程。我现在就来到了小说《安妮的瑞强山》的作者的生活的地方。这个博物馆的门票呢，目前一个人是9块钱。蒙哥马利，安妮的绿山墙的小说作者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前37年的大部分的时间。由于蒙哥马利的母亲去世非常的早，他的父亲呢，在他母亲去世后就搬到了萨省居住。蒙哥马利就从不到2岁就开始跟随他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，除了上学的时间离开了这里之外，他的大部分时间前37年生活的地方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蒙哥马利在这里生活要分为几个阶段，一个是在他15岁之前这个阶段，另一个就是他上学离开这里的一个阶段，还有就是在他的外祖父去世以后，他回来照顾他的外祖母，直到外祖母1911年去世之后的这个阶段。蒙哥马利坚持写作了一生，他于1942年在他67岁的时候，在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的手稿之后呢，在家中去世。虽然说蒙哥马利这一生坚持写作，出版了很多部的小说，但是每一部小说都不如他第一部小说写的那么让人心动。小说《安妮的瑞强山》被翻译成了50多种文字，并被好莱坞拍成了一部经典的电影。这部小说描写了安妮在童年时期，也就是在19世纪时候的生活。小说一经发表之后，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
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安妮的《绿墙山》的作者蒙哥马利曾经生活的地方。由于蒙哥马利的母亲去世的非常早，在他不到2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之后他的父亲移到了萨省。他的幼年以及在他前37年的时间里，大部分的时间是和他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。由于蒙哥马利在童年的时候有一个写作的梦想，他的祖母就经营一个邮局的生意来支持他的写作。蒙哥马利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录他的一些生活的细节、生活的感悟。在他34岁的时候，他的小说《安妮的绿墙山》并于1908年的时候，经过了几次拒绝之后，终于有一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这本《安妮的绿墙山》。3年之后呢，由于他祖母的去世，他也就离开了这里。但是他一直没有忘掉写作，就在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天，依然在写作。这屋里的陈设虽然不是蒙哥马利和他的祖母曾经用过的，但也是同年代的一个物品，都是从周围的村庄搜集上来同年代的物品来放在这里展示，尽可能的回复19世纪末期在这个地方的农场生活的一个样貌。他出生以后一直是跟着祖母生活，他祖母一直从金钱上支持他写作。这里就是蒙哥马利在小说中描述的一个树林，也是他童年时期生活主要的一个地方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